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艾克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刷野抓人思路技巧。这里的话，上单剑魔打野是蛮王，这里的话要让对方蛮王开不出大招的操作。艾克现在英雄联盟艾克和豹女都有了。虽然说手游的豹女它的强度没有，说实话，你说它真的强度有吗？是有的，但肯定不是很强势。如果强势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基本上你就可以看到上一个英雄巴德出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把都是被ban掉的，是 ban 掉的。没有机会放出来。这里的话有一点点的小失误，但也还好，影响不大。这里的话看到他的一个拉野技巧哈。这里的话看到手动拉到180的时候出 Q， 然后再把 Q 技能拉过来。这里可以看到1400血的时候放 Q， 然后利用 W 去打个控制，然后这里的话再拉扯，1分34秒出野区。这里的话，蛮王过来，没有惩戒到，对方的惩戒应该是先交的。这蛮王好像还抓了一波人过来的，有点离谱了。蛮王这英雄算是这版本的，这上个版本的数值怪，这个版本的话数值也还在，因为他没有说装备上的调整，就是主要是装备上的调整对他来说稍微差了点，但整体来说他还是很强势，暴击流嘛。这里的话有大招了，可以直接来搞龙王的，找一波机会越塔，等兵线进来直接扛塔了，大招的话再拉出去。这里的话直接回家省了波大招。像刚刚如果蛮王出现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大招回去打这个蛮王，因为手上还有闪现的，其实操作空间很大。像前期的话肯定是打不过蛮王的，因为蛮王数值就在那里摆着。艾克的话必须得2件套，等把耀光就是不是那个巫妖之握和那个帽子做出来以后，伤害就不一样了。这里的话直接E杀，E技能过来，然后大招再骗过来。这猫咪不上身吗？再 Q 一下减速，但对方有大招，闪现拉开，给个惩戒，给个减速，一个 Q 技能，给个减速，再 E 技能过来接平 A， 收掉人头。这里面可以看到绝活哥的一个稳健操作。这里的话，艾克玩家就要学会谈经济，是吧？就那句什么，就是豹女艾克，还有男枪吧。男枪的话稍微差一点，但现版本男枪感觉一般，但能玩了，不像之前根本玩不了。等下一条视频的话，我就会做一个男枪的。男枪的话，现在这版本带3绿了，3绿的话跟螳螂一样，
就起码不会说那么难受被人秒掉。其实这局的话挺好打的，只要稳定的发育。大招回来惩戒掉这个蓝 buff， 不能给对面。没事。这里的话，队友包过来，可以尝试搞一下这蛮王的。这蛮王应该是还没有大招，1技能过强，但亚索直接把人头给收掉了。这亚索也挺会玩的。那这样的话，这蛮王的发育有点炸了呀。红区也直接没了。这里自己有野不刷，还想来反野，想法很好，但现实很骨感。蓝也没拿到，反倒3组野怪被吃掉。这里的话，剑魔这边靠了，所以必须得往后撤，不然的话有可能会被逮住。这里的话，把巫妖之握给做出来巫妖之祸。这里的话，来拿小龙仙，因为6分钟了。哦，对面的蛮王在打着，4个人都在。W 先赶一下对方，过里直接一阶惩戒收下小龙。这里 Q 命中以后，直接打3环秒掉对方。这里的话追不到对面龙王了，这样在猫咪挂上来的话，可以了。好了，小戴艾克又出现了，重出江湖。这样的话可以直接吃完中路塔，冲一下金币。然后的话，先锋对方是不敢来拿的，因为这边还有大招。等一会儿这个惩戒，因为惩戒没有惩戒的话，容易出被对面抢嘛。但这里的话，打掉对面的闪现够了。这里拉出来一下，避免被蛮王直接1技能进场。现在的话，就基本上猫咪会跟着队内大哥。这里的话 ，W 定住，打个3环，接平 A， 轻松收下人头。这里的话，直接进他红区。好，把帽子做出来的话，基本上3环的话就可以秒掉对面1个人。这亚索的话也是很肥，可以1打2的哦。这里的话想逮住他刷蛤蟆的这个间隙，但发现刷得很快。哦，这样的话，对面赶过来开，先拉扯一下，不要着急，看大招的影子位置，伤害没那么高，还是得拉扯一下，不能直接上。这里上来打个3环，往上面走。先锋放出来，直接找机会。对面的话拉扯的很好，
知道不能给 E 的机会，但这里的话，先把日女给秒掉，啊，直接就是等他过来以后，利用大招收掉这个双人路，就很细节，哈哈。主要是有个点就是艾克装备起来以后确实难打。但他玩线上，但他的就有个点就是，你说他特别强嘛，其实也还好，中规中矩吧。T2 能拿出来玩，你看没有？就这里面你可以看到，他没办法像盲僧男刀那样子，就说就是装备优势的时候，就很多肆无忌惮的操作。这里的话，马上3件套，3件套以后的艾克，其实跟真正伤害，就是说巅峰的话，3件套起步之后就很猛了。2件套的话，还是差一点伤害，还是得3件套。我以为2件套就完全没问题。这里的话，往前面追一下 E 技能，先杀这个龙王，大招再拉回来，然后直接可以拿这个大龙。啊，一切都是安排好的，就是先把那个剑魔引开，回来再大龙。这里的话，做个切法典。像如果说你特别顺风的话，就可以先做法爆球。但如果说哦，不对，应该说是有点小逆风的话，可以先做法爆球，因为大招的话还是有点，就是说顺风局会更有收益一点，因为军事局或者说劣势局，它并不允许你多打几套上，就是所谓的多放一次大招，其实没有那么多机会。不如关键的时刻把人头收掉和输出给打出来会更好。这里的话，推完高地，像把高地推完了，然后上路高地的话，其实也可以推的，但一波的话是一波不了。因为还有个城护盾嘛，得往后拉了。那日女闪现过来想一中，也去给他反掉，压缩一下对面的资源，不让对面有发育的空间。这里的话。试一波去他高地回城，然后来一波回城杀，看看有没有人来。日女在的，没机会。但是大招在家里放了，可惜。看来对面也很谨慎，不敢是吧？出来。有个点，如果说是刚好有兵线交汇处的话，就挺好的，因为有人肯定要清兵线嘛。盲王是有大招的，3级以后搭配切法典的那个减 CD， 还有天符恩的一个减 CD， 还是蛮快的。
这里的话，艾克是不太允许说扛太多伤害的。这里大招过来秒掉龙王 ，W 吃到盾，然后迅速拉开，有猫咪在，直接在乱战中。可惜对面盲王出了那个收集者锁血，没有锁血的机会。这波其实可以5杀的，但可惜了。但1打5已经很极限了，这操作。如果放在前几个版本的话，艾克是完全没问题的，但现在的艾克没有以前那么强势了。盾是有的，但是被那个收集者了，应该是红 buff 烫死了，刚好烫到了，很可惜。那这样的话，对面应该是没有翻盘的机会了。啊，再尝试一波。啊，短视频的剪辑就有了。这蛮王还是玩的挺厉害的，还好这边有绝猴哥，早前期的时候限制了他的发育。哇，这亚索，这里直接秒掉辅助，准备一技能接闪现过来秒掉射手。对面直接交闪现的话，那跟不了了，再跟的话都是水泉了，全水了。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个艾克绝猴哥的 W， 他每次都能预判他下一次落点的，就是提前去预判打那个下一个落点打控制。好，那这局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